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的大师课出栏之事。第一课：江湖人情事，人生大课堂。中国有句古话，跟的好人学做人，跟的燕子学飞行。提起社会工程学的人情世故，王一博的人生导师一定离不开汪涵。都说长兄如父，18岁的少年王一博一开始来到天天向上，其实是叫41岁的汪涵涵爸，后面才改口称涵哥。虽说只应承了一声哥，但汪涵对这个后生子的关爱却实实在在一直不亚于老父亲。天天向上名场面，2018年出访保加利亚那一期，工作人员问涵哥行李为什么这么少，涵哥宠溺地拍着一博说，我最大的行李就是它，我带好它就行。18岁到23岁每周雷打不动的奔赴中，王一博在天天向上完成青春期。刚上节目时拘谨寡言，但汪涵教他不用虚与委蛇，做真实的自己。反正说错话还有我和前锋、大张伟圆场呢，正是强大的心理后院，孕养出不染的直球王一博。如果说节目里借着游戏分为3分调侃7分真的说，我不偏心，我的心都在一博那，似乎还带着点为了综艺效果。那么在王一博被黑得很惨时站出来说，一博真的很辛苦，很努力，配得上大家的喜欢，就真的是雪中送炭的真诚保护。2023年湖南卫视春晚，睽违已久的王天天带着无名回家。爱吃冰糖排骨的少年长大了，但在涵哥身边依然被宠成少年。汪涵跟程耳导演、制片人于东问起一博在电影中的表现，谢谢不绝。以后多给我们家一博机会，互读之情溢于言表。有道是名场立场，无非戏场，做得出泼天富贵。世人都认为娱乐圈是世态炎凉的名利场，信奉镜头前有人设，镜头下无真相。当初黑王一博的人连带着 diss 天天向上，诋毁天天兄弟兄友弟恭只是人设，而汪涵也不过是随行就市。可汪涵是什么人？他若空有其表，又怎能以草根出身实现阶层突破？何况王一博2016年4月29日加入天天向上时，汪涵40而雄，正处事业巅峰。须知湖南卫视系统内汪涵会做人是个传说，意识累累。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，就是这样存在。2015年，刘涛在丹麦丢行李联系不上大使馆，汪涵出手隔天就找回，大使还亲自登门慰问，汪涵的人脉圈就这样被推上热搜。著名主持人结交精英要人不稀奇，但能令打过交道的人都变成人脉，与之过从甚密者甚至涉及两岸三地、政商两界，这就真是瑞斯拜。都说真正的朋友不是经营来的，而刻意逢迎结交则更是这项。那么汪涵于社交如此游刃有余，秘籍何在？电视台这样的名利场，身份底盘几乎决定走势大盘。不是长沙土著、工人家庭出身，外来者要在人情世故复杂的江湖立足，非一般难。然而，人在世上的位置大多是由他做的事来决定的，而做事的方法则由性格决定，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。汪涵关系学有个著名的尊重他人、亲疏随缘原则。知易行难，捧高踩低是人性劣根性，或者结下交或卑躬屈膝，做到亲疏随缘并不容易。一个人能和比自己差的人、
比自己强的人都轻松做上朋友，单凭能做到这一点，就不是普通人。王一博从汪涵身上学到什么？正是尊重他人，亲疏随缘。当年天天小兄弟竞争序列里，王一博是绝对小透明，哪有资本加持？而出挑的天天兄弟里，航哥也特别体恤腼腆的老幺，不以声名论高下，不因贵贱定亲疏，这就是尊重他人。相应的，后来王一博也从未把顶流的喧闹带到节目中，始终朴素本真。他有利用过航哥的人脉去刷脸捞资源吗？并没有。陈情令是毛遂自荐，结缘傅东玉、程耳靠作品靠机缘，甚至凭无名打响电影转型第一枪，都是命里有时终须有。单凭这一点就很难得。很多艺人都很会来事儿，借助人脉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而王一博这儿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，算是演艺圈中的一股清流。娱乐圈是个泥沙俱下的大熔炉，而天天向上是王一博的人间大学，有益的东西王一博都吸收得很好。尤其是尊重他人、亲疏随缘的人际原则，仿佛非遗传承，在七窍玲珑的前辈汪涵和不卑不亢的后浪王一博之间，完成了文化浸润。综艺舞台的少年王一博，最初是以不知年少轻狂，只知胜者为王的拽劲成名的，玩游戏时常给人一种六亲不认的冷酷，直球输出也够扎心。最经典莫过于掰头前放狠话的嚣张，你看，前面有输人品的，有输比赛的，你想输哪一个？对人类一视同仁的少年，怜香惜玉也是不存在的。凭借异性绝缘体体质，王一博同学在内于综艺史上留下诸如你是我见过话最多的人，你们家里的人没有嫌你烦吗？摩托车和女朋友选哪一样？摩托车等堪称绝版的直男语录。王一博乘枭行星撞地球 PK， 王一博戳破关晓彤肥皂泡，王一博 cos 至尊宝无情放手等名场面，至今仍是内娱综艺快乐源泉。有 diss 情商不在线的，有赞内娱真性情的，有操心噎啵助孤生的，其实呢，本质不过是少年懵懂愣头青。青春总是莽撞的，你不能既爱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又要求他事事都皆有分寸。好在少年总是会长大的，尤其是跟在人脉王汪涵身边耳濡目染。所以后来的王一博越红越温润，越红越低调。啥？还是拽？得了吧，那是你没见过他糊的时候。财阀二代出巡，奶兄爸总临检，全是韩娱小透明账户行凶。反倒是如今人气如日中天，你能看见的就是越来越清淡的内娱好青年，而他的高情商更随着这就是街舞的出圈而出圈。在节目里与世界顶级舞者侃侃论道，自如化道，且蝉联第3、4季冠军队长，与世界街舞冠军大神级 OG 布布、ACKY 桑、尼尔森、H 与 B 组合都惺惺相惜，令人动情。王一博凭什么？能领兵者，谓之将也；能将将者，谓之帅也。如果我们更了解舞蹈，就会明白何谓舞者的自我修养，就更明白武林为何将将之才难得。输赢对我来说，重要也不重要，主要是态度。这是战队赛输了比赛反思中他对选手们说的话。尊重游戏规则，有的是体育精神与人生态度。他在这届大放异彩只有一个理由，在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的职业语境，他的修为达到了境界。当 ACKY 桑以 Battle 告别舞台，而王一博以 Freestyle 回敬前辈，当 This is Old School 舞台，
OG 簇拥着97年的雅痞博，当街舞老炮儿黄渤与王一博以热烈结缘，而一波王炸在银幕上再续前缘，同样名场面，懵懂少年已成才。细想下，汪涵对于王一博的赏识，或者说他认定王一博于天天向上的价值，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其孺子可教的认证。可以造就的青年如乳虎啸谷，鹰隼试翼，正是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的老牌国民综艺，打破文化代际壁垒的关键。可以说，汪涵对王一博的青眼并非基于个人喜好，而是一个前辈不局限于垂名赵后坤，更愿青蓝同辉传匠心，薪火相传要姓谭的脱衣钵。在这个角度上看，汪涵胸襟格局很大，能从台桌子的临时工成为湖南卫视台柱子，果然是有渊源。学艺先学德，做戏先做人。江湖无非人情世故，为复杂关系解分，令利益冲突牺牲，变数之间的生存智慧正是立足核心。汪涵岭进门是王一博的造化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